的享受69折优惠。我选择深夜去吃海底捞，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：一、不要在海底捞店大声喧哗；二、只能与红马甲服务员说话，不能拒绝他的请求；三、杯中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；四、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；五、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；六、不要伤害店内的宠物狗；七、找到顾客中隐藏的规则制定者将获得1次惩戒权利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其他顾客也被这份点菜页面吓到了，表情凝重。几名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整个店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。忽然，一位光头大哥站了起来，他指着服务员骂骂咧咧：“什么破店，好好吃个饭，搞这种名堂，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让你们经理滚出来！”空气像是瞬间被凝固住般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因为游戏规则的第1条就是不许在店内大声喧哗。服务员歪了歪脑袋，脖子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光头大哥继续骂道：“就不应该半夜来吃火锅，真晦气！”话音未落，光头大哥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他像魔怔了般目视前方，嘴里不住喊着：“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”我朝目光的方向看去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下一秒，光头哥就被爆头嘎掉了。然而坐在光头大哥对面的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完了，她也违反了规则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，女人紧跟着爆眼而嘎。我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播报声响起：“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从此刻起，你们将与外界隔绝，只有坚守秘密到最后的一个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这是一场正义者的审判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之前完成任务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1号、2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”话音刚落，周围就议论纷纷。然而刚刚光头男和女人的菜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1号在逃杀人犯，曾伤害过1名流浪老人；2号黑心老板娘，售卖劣质眼药水，致使多人失明。紧接着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一串闪着蓝光的小字：心理医生、老师、美容师、宠物博主、网络主播、学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完全公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光头男和女人的死法对应着他们做的恶事，只要出局就可以显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想要赢得游戏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除掉其他顾客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前走出这里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，如果一直按兵不动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嘎。就在我想采取行动之时，网络主播忽然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旁边的心理医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匕首即将刺向心理医生的一刹那，服务员忽然闪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匕首被服务员夺过来，扔了10米远。3号暴力行凶，警告1次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既然不能使用暴力，就只能靠游戏规则了。这时那位劫后余生的心理医生冲我敲了敲桌前的饮料杯，心理医生敲得很有规律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忽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杯子，我的饮料已经喝完了。第3条规则说过，杯子里的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。我赶紧挥手示意服务员，服务员像鬼一样飘了过来，为我倒完饮料后，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你需要肥牛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还能吃得下肥牛卷？我刚想拒绝，猛地想起之前菜单上的规则2，请不要拒绝红马甲服务员的请求。我用余光瞄向服务员穿的马甲，正是红色的。需要。很快，服务员就将一块鲜肉放在了我的盘子里。这不会就是我要的肥牛卷吧？这明明就是刚刚光头男身上的腹肌啊！然而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去厕所。服务员瞪大眼睛。亲爱的顾客，卫生间在直走左手边，请您速去速回。来到厕所后，我坐在马桶上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凌晨1点的数字映入眼帘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就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5个人。我要怎样才能在1个小时内除掉这4个人呢？就在我苦恼之际，旁边的隔间响起了阴森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伴随着呜呜咽咽的哭声。我虎躯一震，猛地想起规则里有1条，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。我停下了提裤子的动作，生怕布料摩擦的声音引来隔壁间的注意。女孩继续唱道：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多亏了他为我撑伞。诡异的歌词配上小女孩诡异的腔调，我额头的细汗越来越密，麻木的腿已经要撑不住了。
终于我忍不住动了动右腿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间的歌声也停止了，我像石化一般僵硬在原地，一只手从隔板下面伸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在摸索什么。我知道他是在试探隔壁间有没有人，我强忍着双腿的麻木，一点点躲开他的摸索。那只怪异的手摸索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不能确定小女孩什么时候能离开厕所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厕所门。厕所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店里放着的奇怪音乐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抬头看到了对面洗手台的镜子，镜子里那名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大声喧哗会违反海底捞规则，我早就尖叫出声。我透过镜子看到了她湿漉漉正滴着水的头发，以及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时，小女孩却忽然转身向其他方向走去，我这才注意到她的2只眼睛已经瞎了。回到座位后，我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顾客少了2位，分别是老师和网络主播。就在疑惑之际，食物的香味飘到我的鼻腔里，我这才发现服务员已经帮我把虾滑下好了。经过这一夜的惊魂，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准备吃点虾滑垫垫肚子，忽然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我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小狗正趴在我的脚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只小狗没有皮毛，它不会就是规则里提到的宠物狗吧？我急忙把番茄锅里的虾滑端到小狗面前，小狗把头伸向盘中大快朵颐。它每多吃1块虾滑，皮肉就长出1分。一整盘虾滑吃完后，它恢复成正常小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厕所发出一声巨响，网络主播从厕所里冲出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恍惚。色眯眯的老师也从厕所里出来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师挑了挑眉，神态淡漠。不是苏小姐你约我的吗？网络主播咬牙切齿。要不是你骗我说已经找到了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我才不会委身。老师打断了网络主播的话。看看你杯子里的饮料吧。网络主播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惊恐地看向桌子，他的杯子里空空如也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在你去厕所赴约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嘎了你！网络主播彻底失去理智，他疯了般地扑向那位猥琐的老师。穿着红马甲的服务员又出现了，拦住了网络主播的去路。3号玩家暴力行凶，累计2次。话音刚落，网络主播的面容就开始腐烂，五官逐渐扭曲变形。3号的菜单上出现一行小字：3号。黑心网络主播曾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整容医生，所以他的嘎法是五官溃烂。在网络主播彻底咽气后，整个海底捞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厕所又传来了小女孩的歌声：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，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。这时，隔壁桌的美容师忽然招了招手：我的饮料喝完了，请帮我倒一下。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容师看，因为朝他走过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服务员，美容师是一位红绿色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妥。我不喜欢喝酸梅汤，你给我换成西瓜汁。好的，顾客，请稍等。下一秒，他就把美容师按进了沸腾的锅里，美容师甚至来不及惨叫，他的脸就被烫熟了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4号的秘密：4号。黑心美容师，无证上岗美容店，机械高温事故，致使多人脸部受伤。原来这些奇怪的服务员就是这场事故中的受害者，怪不得一个个都面目全非。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也许这个店里出现的所有 NPC 都与顾客隐藏的秘密有关。我大胆猜测，宠物狗也许和那个宠物博主有关系。于是我抱起小狗向宠物博主走去，他看到我走来，露出警惕的表情。我用平和的语气说道：我在某音上关注了您的账号，知道您特别喜欢小动物。我把怀中的小狗向宠物博主展示了下，谁知他看到我怀里的小狗后，满脸惊恐。拿走，拿走！宠物博主急忙的挥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避之不及的东西。您看这小狗多可爱呀！我抱着小狗，故意往它身上靠。滚开呀！宠物博主一个抬手，手机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锅底的热汤溅出来，洒在小狗身上。小狗痛苦的嚎叫一声。忽然，宠物博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而我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因为他违反了第6条规则，不要伤害宠物狗。我怀里的宠物狗忽然跳出我的怀抱，冲着宠物博主龇牙咧嘴。宠物博主双眼瞪大，惊恐后退。下一秒，无数只小狗从角落里冒出，它们扑倒宠物博主，大口撕咬起来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5号的秘密：5号。黑心宠物博主曾伤害过无数只宠物狗，并将这些狗狗剥皮卖给了狗肉店，又解决掉一个对手。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2个顾客。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动手之时，那恐怖的歌声再次响起：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歌声后的老师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想法，我举起手向服务员示意想去厕所。临走前，我还特意将装有饮料的杯子藏了起来，毕竟有网络主播的前车之鉴，我不得不防。来到厕所门，正好看到那个失去眼睛的小女孩在门口照镜子。在我缓缓靠近时，小女孩猛地转过身来，
我打开手机播放音乐，果不其然，这很快引起了小女孩的注意。终于，在我的故意引导下，小女孩走出厕所来到了大厅。看到小女孩的那一刻，老师的脸色陡然一变。我走到老师桌子前，关掉了音乐。小女孩则在音乐消失后茫然地停下了脚步。接着我顺势坐到了老师对面的座位上。老师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微微一笑，接着又开始播放起音乐。然而再次听到歌声后的小女孩缓缓朝老师走来。90岁的奶奶胃口突然越来越好了，她一个人能吃掉3大盆肉。可有人却评论道，这根本就不是你奶奶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乃是网上的网红奶奶，她今年已经90了。由于我奶的胃口奇好，所以被人亲切地称为吃货姥姥。今天我奶准点开始直播，她面前是满满一盆牛肉。我奶咧开嘴笑着说道，各位小朋友们晚上好啊，今天姥姥给你们直播吃牛肉。直播间很快就涌入了一批我奶的死忠粉，来看吃货姥姥直播了，下饭神器。我孩子之前吃啥都没胃口，看了姥姥直播后炫了2碗饭。我笑眯眯地看着这些弹幕，可有一条弹幕却显得格格不入，还什么吃货姥姥呢？这分明就是一只黑熊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我奶不识字，所以也看不懂这些弹幕。她大口地吃起了牛肉，这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黑熊，你奶早被黑熊给吃了。我有些生气，这人是有病吧？直播间我奶的粉丝也开始堆起来，你这么攻击姥姥有什么目的？姥姥这么可爱，你竟然说她是黑熊，别理她。家人们，这种人就是找喷的。那人又说话了，呵呵，我杀了一辈子黑熊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奶奶是不是以前也没这么能吃，突然胃口变好的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1个月前突然这样的吧？我愣住了，因为我奶的确是1个月前的某一天，胃口突然变得特别好。仔细想来，好像是我奶旅游回来之后。之前奶奶和寻常的90岁老人一样，胃口一般，可旅游回来之后，她不仅胖了1圈，就连精神和胃口都好了不少。我偶然给她拍了几个视频传到网上就火了。吃货姥姥还真的是1个月前才开始直播的哎，这有什么？随便去看下直播日期不就知道了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一套骗人呢？直播间的网友开始为我奶打抱不平，那人却不依不饶。你奶奶是不是连作息时间都变了，昼夜颠倒了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才起来活动？我一愣，那次旅游回来后，我奶的作息时间一整个大改变，从原来的早睡早起，变得比我还能熬夜。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这样，我奶笑呵呵地说道，之前团里有好几个年轻人，跟他们在一起久了，我也想试试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一开始我爸妈还担心我奶的身体，可时间久了，我奶非但没有虚弱，反而精神头越来越好，人看上去也年轻了不少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越来越多，我奶眯着眼睛问我，丫头，直播间的人都在说什么啊？我连忙找了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，奶，他们都在夸你呢。我奶听后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。那人又发了新的弹幕，你奶奶的嗅觉也变得非常灵敏，我说的对吧？她的确没说错，奶奶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。有一次我半夜进她房间，想看看她被子有没有盖好，我明明已经特意放轻了脚步声，可还是被我奶发现了。她朝我笑着说道，丫头，你站在门外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。这种巧合让我有些不安。那人又说，你奶奶也是从1个月前长出了新牙齿和毛发的，对吧？我看了一眼吃得正欢的我奶，她露出的牙齿十分锋利，比正常人要尖很多，完全就不像是一个90岁的老人。这人说的没错，我奶旅游回来后，牙齿和身上的毛发全长出来了。我虽然纳闷，可这对于我奶来说是个好事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现在种种巧合都被这人一一说了出来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直播间有网友找出了我奶1个月前的视频对比，我去，虽然我觉得这个青云道长在胡说八道，可吃货姥姥1个月前的视频里，的确牙齿都掉光了，还真是。这个道长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怎么可能有老人短短1个月长出了新的牙齿啊？大家别听这个清风胡说八道，本人医学生，老人重新长出牙齿是有先例的。虽然这种情况微乎其微，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可是你们没人觉得吃货姥姥的瞳孔大小都变了吗？我刚看了作者最早发的视频，那时候姥姥的瞳孔可没现在这么大呀。别说了，我真的害怕。我越看姥姥的眼睛越觉得吓人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开始乱作一团，我只能提前结束直播。我奶还有些不解，丫头，我才刚开始吃啊，怎么就关掉了？还有很多胃口不好的小朋友等我下饭呢。我盯着我奶的眼睛，发现她的眼睛的确和之前有些不一样。之前奶奶的瞳孔分明是正常人大小，可现在她的瞳孔却看着又黑又大，分明就比之前大了1倍。老实说，的确十分瘆人。我奶吃完1盆肉后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她咧嘴笑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牙齿好像比之前更尖锐了一点，乍一看更像是某种野兽的牙齿。丫头，我孩子，再给我煮1盆肉吧，
现在我奶的食量都已经超过我们全家食量的总和了。奶，你吃太多了，睡前吃这么多不太好的。一瞬间，我奶的脸色变了，她的瞳孔眯成狭小的一条线，直勾勾地瞪着我。不过很快，奶奶恢复成了平时和蔼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丫头。我奶笑眯眯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等我奶回房间后，我收到了清风道长给我单独发来的私信。黑熊身上是有异味的，就算他穿了人皮，还是掩盖不住身上的臭味。你奶奶是不是在1个月之前开始喷香水了？我心里一惊，这件事也被他说中了。我奶的确从旅游回来后就开始喷香水，我妈还打趣她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头子了。我后背越来越凉。他得不到满足后，迟早要对你们家里人下手。这种黑熊叫做人面熊，吃人之后会钻到人皮里，他吃了脑子之后还会有原来人的记忆。我之前遇到过人面熊，他伪装成原主人，跟他的一对妻女生活在一起长达3个月之久。最后我赶到的时候，那只人面熊已经不见了，家里只剩3张腐烂的人皮。我追了这只人面熊有1年之久，我怀疑你奶奶就是我追的那只人面熊。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姑娘山附近。看到姑娘山这3个字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因为我奶跟团旅游的地方就是姑娘山。冷汗从我额头冒出，难道我奶真的是人面熊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等会儿在她的房间里放一块生肉，黑熊是无法抵挡肉的诱惑的。我颤抖着回复道：道长，要是我奶真的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带你爸妈逃得越远越好。人面熊一旦定下了想要追杀的目标，就会一直追杀你们。如果你奶就是我一直追踪的那只人面熊，这熊已经吃了很多人了，它实力很强，我拿它也没有办法。我决定先按照这个清风所说，在我奶房间里放一块生肉试试。我强忍着困意，熬到了5点多，天都已经亮的时候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我奶房间口。我奶应该已经睡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我奶打着巨大的呼噜声。我把生肉放在她床边不远处的角落里，那块生肉血淋淋的。如果我奶不是黑熊，她肯定是不会吃的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瞥见我奶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她面无表情地斜着眼睛看着我，眼睛像是冒着绿光。丫头，你一大早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呢？我奶半眯着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问道：奶，我过来看看你踹被子了没呢？你忘记前几个月你半夜踢被子，感冒了半个月，把我们都快担心坏了。我连忙挤出一个微笑。我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我现在早就不会踹被子了。倒是你在我房间里放了什么东西？我奶吸了吸鼻子，我没想到她的嗅觉这么灵。那肉我藏在角落里，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睡不着，大黄一直吵我，我想拿肉喂它呢。来你房间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了。我只能把生肉拿出来。当我拿出肉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我奶的瞳孔变得似乎更大了一点。我分明看到她吞咽了好几口口水。我的心沉了下来。这生肉闻着十分腥，普通人闻着都觉得恶心，可看我奶这样子，像是十分渴望一样。我奶眼珠子转了转，我这昨晚就没吃饱，看见你这肉又饿了。丫头，你给我煮点肉吃吧。我故意把生肉递到我奶跟前，我奶却露出抗拒的表情。这生肉臭死了，难怪我一下就闻到了。她脸上的嫌弃十分真实。好，我这就给你煮肉去。我心有余悸地来到厨房，把这事告诉了清风道长。清风道长也没睡，很快回复了我。看来这只人面熊已经吃了太多人，智商变得更高了。它甚至懂得忍耐，抵抗肉的诱惑了。它每吃掉一个人，智商和力量就能变得更高。等它吃腻这些肉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对你们下手了。我着急了，道长，那怎么办啊？还有一种办法，我给你寄一袋我专门研制的对付人面熊的毒药。人面熊警惕心非常强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靠近它，但你有下手的机会。可这种毒药是不可能一次性杀死它的，只能让它更虚弱，我就能对它动手。我愣住了，因为现在我心底只是有些怀疑而已，可让我真的给我奶下毒，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清风道长见我迟迟没有回复，便回道：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这样吧，你去看看你奶脖子后头是不是有个伤口。人面熊钻人身体里头也不会毫无痕迹，那伤口就留在后脖梗处。我刚准备回复清风道长，瞥见玻璃门内站着一道身影，我奶就站在厨房门后，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知道站在那儿多久了。我一激灵，奶，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？我奶脸上挂着一种十分古怪的表情。丫头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动物走路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一股恶寒从我脚底升起，直接窜到脑袋顶上。我奶却笑了，瞧你脸上的表情这么难看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别人都说这人越老啊，就跟猫儿一样走路没声了。我奶自顾自地说着，又吸了吸鼻子。丫头，好香啊！她盯着我，咧开嘴微笑着说道。我突然觉得
奶奶笑起来有些吓人，牙齿似乎变得更加尖锐了。我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在说肉香，还是在说我香。我听到奶奶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叫声，她看着锅里的肉，几乎双眼冒出了绿光。奶，这肉还得再煮一会儿，还没熟呢。可我奶却仿佛饿得受不了了，直接就把肉捞了出来。她像是完全察觉不到烫一样，把半生不熟的肉全塞在嘴里。我奶狼吞虎咽地咀嚼着，甚至连骨头都被她嚼得咯嘣作响。看见我奶这种瘆人的样子，我愈发的倾向于这是那个人面熊。他背对着，佝偻着身子，正在大口吃肉。我悄悄地靠近他，我要看看他脖子上到底有没有伤口。我奶声音突然阴沉地说：“丫头，你想干什么呢？”我连忙说道：“奶，你脖子上有个蚊子，我正准备帮你弄掉呢。”我奶缓缓地说道：“是吗？”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她主动掀开了自己的头发，我看到她脖子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伤口。这一眼，我彻底松了口气，这说明奶奶根本就不是人面熊。丫头，你这2天怎么看着都怪怪的呢？我冲她笑了笑：“奶，这肉半生不熟的，你吃了会生病的，我再给你煮煮。”见我这么说，我奶也听话的坐到沙发那边去了。我给清风道长发去了私信：“道长，我看了我奶的后脖子，没有伤口，她不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。”不可能，你奶绝对是人面熊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如果她脖子上没有伤口，那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她穿了2张人皮。我觉得有些无语，这清风道长说话咋越来越玄乎了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收到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的私信。这个陌生人网名叫职业猎熊人。你好，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清风道长的人私信了你？他还告诉你，你奶奶是一只人面熊，你可千万不要信这个清风道长的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愣住了，这反转来得太突然。清风道长原本是我师弟，我们一直在追踪一只人面熊，这只人面熊是我们遇到最狡猾的一只，我们一路追到了姑娘山附近，可就在那，我和师弟失去了联系，他失踪了。等我再看见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被人面熊吃了，人面熊穿上了他的人皮。你奶上个月去过姑娘山，对吧？人面熊这精怪对看上的食物非常有执念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就盯上你奶了。不过他没找到机会下手，他是不是问你要地址了？我心底一凉，清风道长的确问我要了地址，说要给我寄他研制的能毒倒人面熊的药，但我没给他。一旦人面熊知道了你奶在哪里，他就会过来吃掉你们一家。我没有办法对付这只人面熊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他地址。我感到毛骨悚然，难怪清风道长能知道这么多细节，原来他就是那只人面熊。你们一家已经被人面熊给盯上了，千万要小心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人面熊这种东西有一个弱点，他们是靠嗅觉来辨别人的，但视力非常的一般。我杀不了人面熊，但我有法子可以让他暂时找不到你们。你去找一只刚出生绝夭折的黑狗，记住必须全身是黑色的，一根白毛都不能有，用黑狗血涂在身上，就能暂时掩盖你身上的气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帮我，刚巧我邻居家的黑狗生的小狗崽死了，这夭折的黑狗有了。邻居也不知道我拿狗有什么用，我只说了最近对标本研究有点兴趣。不过邻居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？徐姐看了看我，又往我身后看了看。小苏，你家没出什么事吧？可能也是我眼花了。前段时间半夜我刚好睡不着，起来喝水，我就看见你家2楼的窗户大开着。那天是雷雨天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忘记关窗了，正想着要不要去提醒你们呢，我就看见一个黑影从窗户里爬了出来，黑乎乎的很大一团，我当时吓坏了，因为那玩意看着实在是像。徐姐的脸上露出一丝恐惧的表情。黑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熊，可是却长着人的脑袋。我整个身子都僵硬住了。徐姐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黑熊？有可能眼花了，因为那熊长着人脑袋。徐姐的表情也变得不确定起来。那你看清那张人脸了吗？我紧张地屏住呼吸。那东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我没看见过他的正脸。回到家里后，我魂不守舍，惴惴不安。如果那只人面熊早就已经找到我家了，为什么不对我们动手呢？难道有其他恐怖的原因？